为什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去送死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命是我用一辈子的幸福换来的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。如果你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参谋长，我看少爷今天是不会回来了。孩子，你也累一天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可你别老跟自己过不去。你还是个病人，身子要紧，啊！哎呀，这个妮子，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这个婚非结不可。向参谋长，给他点时间冷静一下吧。要不您先回去，待会儿我送他回去。拜托了。参谋长，少爷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，现在该怎么收场？这桩婚姻事关向家的地位，他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得完成这次婚姻。何副官，你马上带人去找那个不孝子，哪怕就是用绳子捆，也得把他给我捆回来。是。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可以成为他的新娘。就差那么一点儿。今天的事是个意外，回头让向参谋长再选个日子，把婚礼办完。这不是意外，这样的结局我早就意料到了，只不过我不想承认，也不愿面对。我想赌一把，赌我为了向浩付出了那么多，赌我为了他
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。读这些，可以换来他一点点的心疼，还有感动。你知道吗？当他说他要娶我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赢了。可所有这一切，和钱宝宝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他一听到钱宝宝有危险，他头也不回，不顾一切的就走了。最后，我还是输了，彻彻底底的输了。傻瓜，这是你的婚姻，你的人生，并不是赌博。既然萧浩已经答应了娶你，他一定会负责任的。他不爱我，心里面没我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看不到。我不恨他无爱，我只恨他为什么把我推上云端，又狠狠地把我推下来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好了，别想这么多了。我们现在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好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你知道以后要面对什么事情吗？我知道。那萧寒怎么办？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，因为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就算我娶了她，她也不会幸福，这对她来说不公平。可萧寒对你执念很深，我觉得他未必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不管怎么样，后面发生的事情由我来承担。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。你知道他在教堂里等你多久吗？你知道他有多伤心吗？我心里从来都只有钱宝宝一个人。又是钱宝宝，你娶她就是为了利用她，你还算是男人吗？冷静点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冷静点，我有教官。冷静点，你必须给他交代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参谋长，你们先聊吧，我先出去。高副官，你也出去。是。
我们向家欠你的太多了。浩儿鬼迷心窍，神魂颠倒，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教子无方，把这个逆子惯得如此骄横、任性、不通情理、不顾常伦。我代表向家给你赔罪了。向伯伯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孩子，昨天下午发生的那件事，我倒是觉得，先别告诉你父母，免得他们无谓的担心。伯伯看得出来，你心里对浩儿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只要你能够原谅他，我做父亲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。向伯伯，你也看到了，昨天婚礼上，向浩他走得那么决绝，就算我原谅他，他也不肯回头。这种事由不得他。事已至此，我觉得应该揭穿钱宝宝，把他送上军事法庭。如果送他上军事法庭，他一定会被判重罪的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他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对我们来说，无需自责。唉，倒是这个女人，现在把浩儿搞得如此神魂颠倒、是非不分，那只有让他死，才能彻底断了浩儿的念想。不过，要戳穿他假冒身份的事，免不了要让你这个当事人出面指认。到时候，你可要配合啊！向伯伯，我虽然恨他，但我不想让他死。况且，人命关天，他不是什么罪恶至极的人。孩子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浩儿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是，也怪你太心慈手软，要不然，他们也不至于这样肆意妄为。如果一开始你就态度强硬，事情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当然了，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，必要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尊重你的意见的。吃药了。西霞，我一会儿就吃。向伯伯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孩子，我刚才说的，你好好想想。少杰，你找我？你让我这2天盯着刘露，我发现向少达今天又来医院探望他了。我还听到他们似乎在谋划什么事情。这就奇怪了，我本来以为向浩是和萧寒结婚，可是昨天我打听到，这萧寒突然顶替向浩去执行任务去了。那和向浩结婚的人是谁？会不会是刘露？你说的也很有可能。
这3个人的关系看起来很不一般。如果要说刘露跟萧寒是亲姐妹，我看怎么都不像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向浩昨天跑出教堂，是去救萧寒的。向浩为了救萧寒，放弃和刘露结婚。嗯，这还挺有意思的。小寒，你身体还好吗？我好多了。哦，我……哎，你看我们的婚礼改到什么时候合适啊？啊？小寒，对不起，我不可能再给你一场婚礼了。经历了昨天的事，我更加清楚，我没有办法给你幸福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为什么？小寒，你为我向浩做的一切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会感激你一辈子。可是感激不是爱情。我向浩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娶你。我那么爱你，日日夜夜都想嫁给你。我多少次幻想成为你的新娘。刚刚我还在想，你是过来跟我道歉的，然后我就原谅了你。小浩，我爱你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一点呢？这对你不公平。小寒，这就是命。如果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我们彼此谁都不会幸福。它始终是个错误，是错误就应该终止的。你说，我们之间就是一场错误吗？我爱了你10几年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错误。我是不是太可笑了？小寒，求求你，放开我，也放开你自己，好吗？小浩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，绝对不会。他还是不能接受我跟你在一起的事实。要是换做我，也接受不了。
我看他那样子，担心他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。还有我爹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觉得，无论萧寒对我做什么，都是应该的。我们走吧，去个别人找不到我们的地方，过安静的日子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背负着对萧寒的内疚而逃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我要留下来，留下来，面对萧寒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有你在，我也什么都不怕。哥，你要的东西。哦。明天的公开课谁是主讲嘉宾？向参谋长，王副官也会代表大帅来参加旁听。萧寒和刘副官在学校门口见面，难道？哎，哥！啊！哎呀！你今天战斗力爆棚啊！哎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浩哥，向浩，我怀疑萧寒跟你爹要在明天的公开课上揭穿宝宝的身份。你说什么？你马上离开。我不走。你不走会死的。这下糟糕了。宝宝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我不能看你陷入危险，你找个地方先避一避。这里的事交给我，等事情一过，我再想办法接你回来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。既然我们放不下彼此，那就要一起去承担责任。我不怕死，但我不想带着愧疚过一辈子。宝宝，这件事你别再任性了，你听我。该来的终究是要来的，我已经做好面对的准备了。好，是刀山我陪你爬，是火海我陪你趟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欧阳教官，我知道你也不愿意看见钱宝宝上军事法庭，不然的话，当初你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只告诉向少达一人。可是如果萧寒明天真的当众公布了他的身份的话，那钱宝宝就必死无疑。原来萧寒说的要抓住自己的幸福，是这个意思。现在能救钱宝宝的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其实，这不仅是救钱宝宝，也是救萧寒。萧寒是个善良单纯的姑娘，如果她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，等待她的不是幸福，而是无休止的痛苦和折磨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会尽量试试，不过我不敢担保什么。谢谢你。一个人在这里看星星，想事情。这2天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那些画面就在我脑海里面混成一团，
扰得我不得安宁。已经发生的事情已成定局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有机会改变。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心中充满了怨恨。你不需要折磨自己啊。我老是觉得，你为了自己的目标，一直往前走，走得太快了，旁边什么都看不见。有想过放慢脚步吗？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旁边的树，还有那些花都那么美，鸟的声音那么好听，还有这漂亮的星星。其实啊，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。最美的风景，对我来说，不过是镜中月，水中花。我始终看得见它们，却得不到。有时候啊，感情的事，只有伤过了，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；只有痛过了，才知道什么时候要放弃，什么时候要坚持。小韩，其实你不需要这么执着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。每一个人都在失去当中，慢慢的看清楚自己。你说的对，可惜对我来说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知道你很执着，不过执着这两个字用在错误的人和事情上，对自己就是一个枷锁。也许吧，也许感情根本就没有对与错。感情是没有对与错，可事情是有对错的。钱宝宝，从他踏进军校的那一步起，他就错了。既然犯了错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萧寒，就是爱错了一个人，为此我差点搭上我的性命。可是他犯了错之后，还可以逍遥自在，大谈友情，大谈爱情。可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开启的，当然也是我帮他开启了这个错误。那我现在就要亲手结束它。参谋长，属下还有些担心，一旦钱宝宝的身份被揭发，那少爷也难逃包庇的重罪啊。哼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向浩是我向少达的儿子，区一个包庇罪，能奈何得了我吗？少爷要是能够明白您的一片苦心就好了。向浩身体里流淌的是我向家的血，从生下来那天起，他就注定要为这个家族担起责任，这无可选择。欧阳教官，萧寒他怎么说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他现在怨气很重。对不起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怎么办？我不能看着他死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，教官。对一个士兵而言，作战技能固然重要，但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。在作战之前，大家应该充满自信，鼓舞振奋士气，但同时也要对最坏的作战结果有个心理预期。报告，
如果知道作战会失败，那到底要不要作战？就算知道这一次可能会战败，但是也不能退缩，绝对不可以怯战。在座的各位，在你们选择进入龙城军校，当一名军人的那天起，就该清楚地知道，将来很可能有一天会战死沙场。既然对最坏的结果有了心理预期，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就应该无所畏惧。同学们，我们在一起相处了3个月，这3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日子。谢谢你们的陪伴，我会永远记得这段日子。好了，大家好好照顾身体，最近天气很冷，注意保暖。下课。起立！敬礼！礼毕。抱歉，向浩，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和钱宝宝单独说。这船票给你，今天下午西郊码头，先去上海，再转香港。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不走了。你不走，你知道留下来的后果吗？你会死的。我不能走，我不想带着对萧寒的愧疚过一辈子。可我不想看到你出事。这3个月，我治好了我娘的病，认识了你，认识了这些同学，还有认识了向浩。我觉得这3个月是我偷来的，我现在应该把东西还给人家。我对不起萧寒，我不能走。向浩，我们来跳舞吧。跳舞？我还记得之前军校开舞会，某人拉着我跳大腿舞，让我出尽了洋相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是你硬拉着我跳舞的，要出丑也是你自找的。怎么？现在学会了？一点点，所以还需要你教我。你盈盈一笑，我看见了春天的颜色。牵你的手，许诺了陪你一生。要受罚的。罚什么？我要罚你。是吻别我一生的戎装，一程深情，是一场牵等无数思念的长夜。还记得火车上的那个晚吗？是炮火声中写下的书。那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因为遇到了你。遵守诺言，让你一个人去看春花绽放。对不起，没有照顾好自己，不能
向参战能在百忙之中来军校给学员们上公开课，实在是我龙城军校莫大的荣幸啊！这是应该的。公开课是6点开始，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2位先到校长室小坐一会儿。好啊。昨天晚上，欧阳飞找我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。我猜想，你一定知道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这么镇定。我只想要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逃避，我都会面对。只怕你被行刑的时候，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恨你。向参谋长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大帅的电话耽误了点时间，准备开始吧。欢迎向参谋长为我们授课。诸位，在会议开始之前，有件事情，我要向大家宣布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肖教官的声音，快走！萧寒，声音是从这里传来的，肖教官肯定出事了，赶紧封锁校区。走。好。肖教官，肖教官，肖教官。肖教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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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肖教官。实在抱歉，没想到楼城军校竟然会出现这样一起恶性事件。今天的公开课不得不先行暂停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堂堂的龙城军校，一向以纪律严明著称，现在竟然会在校园内公然搞出恶性事件。请说，现在无可奉告，但事情查明之后，一定会给2位一个交代的。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我已经全部都找过了，消失的不只是肖教官，还有刘助教。什么？刘露也不见了？这么多人地毯式搜索，不可能找不到。这样都找不到，就代表他们已不在学校了。可是为什么刘露跟萧寒会在这时候一起不见呢？会不会是萧寒带着刘露走了？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有动机。欧阳警官，千万别冲动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他们。一部分人在学校找，一部分人跟我出去找。都听好了，以学校为中心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出发，走，走，走。人都出去搜城了，现在军校基本是空的，车我也给你准备好了，就在楼下。这2个是可以信得过的亲信。
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把他们弄到郊外的木屋。是。你先假装跟我到城里，继续去找几圈，好留个人证。肖教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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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吗？走，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有没有车过去？没有。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？没见过。让我们过去吧。放行。校长，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暂时没有。继续找，务必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。是。准备出发。是。少爷，少爷，两个都在屋里呢。那个昏迷的女的好像已经醒了。居然帮着日本人做事！骂吧，赶紧骂，一会儿可就没机会了。你别以为你杀了我们就可以掩盖你的罪行，像你这样的卖国贼，就应该人人得以诛之。你这小丫头倒挺有性子。反正现在你们俩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，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们两个，谁先上路？帮我指挥。怎么，有遗言？好，我让你先说。我不是真的萧寒，我真名叫钱宝宝，我不想死，别杀我。什么？我不是真的萧寒，他才是。之前说的亲姐妹的话是骗你们的。他这次回军校，就是为了拆穿我，夺回属于他的一切。怪不得那天的婚礼上出现的是他，而不是你。不过现在你是不是假的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你觉得我会选择谁？我可以帮你杀了他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如果我们两个都死了，向浩和沈文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迟早会查到你头上。如果我杀了他，你保我一条命，我也保你一条命，我们手中互有把柄。你是不是当我傻啊？我的脑袋像是被门挤过的样子吗？我杀了你干干净净，凭什么留你一条命啊？我现在亲眼让你看见我杀了他，若是我背叛你，我还有活路吗？而且你别忘了，
我是极鹰战队的教官，还是你们的班主任。如果你杀了我，极鹰战队队长的选拔肯定会延后。但你如果不杀我，我可以帮你得到队长的位置。我原来以为你就是个不要脸的江湖骗子，没想到你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真是个没有气节的家伙！我瞧不起你！你为什么要死而复生？为什么要回来揭穿我？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？你才想置我于死地！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？我可以杀了他，现在，立刻！马上吗？马上。好，钱宝宝，我相信你。那你现在就杀了他。什么发现也没有。这么下去，翻遍整个龙城也找不着。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，除了地毯式搜索，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。按理来说，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着军服，应该很容易认出来。可这一路走过来，没有一个人见过他们。也许我们不应该在城里找，去山里。他们来过这里，可能就在附近。继续找。你真当我傻呀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给我枪，不过我也想过了，不能用枪。这个时候军校的人肯定在全城搜寻我们，而且这山下还住着不少农户，枪声会引人怀疑，也会暴露我们的行踪。有道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钱宝宝，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就是在火车上救了你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已经死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有人来了。反正你现在已经是个杀人犯了，我不会杀你。但是如果你敢把我的秘密说出去的话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我明白。撤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小时候被相好救过，从那之后起你就爱上了他。
我很想告诉你，其实那个人是我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困扰。我以为一直守在你身边，你就会得到幸福。难道这有错吗？你一直在寻找幸福，可在追求的路上摔得遍体鳞伤，甚至还丢掉了性命。如果老天肯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会告诉你那个人是我，我会给你你该有的幸福。对不起。回了军校之后，你就说你和萧寒被人迷倒掳走，没有看清楚劫匪的样子，然后你就独自一个人跑到山下求救，正好遇见了我们。我不会把你供出来的，不过我这套说辞，他们未必会相信。你只要咬死这么说就行，其他的事不用你管。刘助教出事前曾经跟我说过，现在的萧寒其实是个江湖骗子，他的真名叫钱宝宝，刘露才是真正的萧寒。什么？有这样的事？我刚知道的时候也不敢相信。刘露本来打算在公开课上揭穿这个假货的身份，结果就出事了。肯定是那个冒牌货知道自己的身份要被曝光，所以杀人灭口。萧寒初到龙城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仇家，只有钱宝宝一个人有杀人动机。哎呀，欧阳教官，你的这个线索简直比茶馆里说书的还要离奇呀！校长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口说无凭。你可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，我可以证明他说的都是实话。单凭一个小教迷一人之言，你就能断定萧教官有问题，是不是太武断了？对刘露的案子，我已交给军事法庭来彻查。你反映这个情况，我也会如实提交，一并调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我请你呢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在学校里散布未证实的小道消息，影响到龙城军校正常的教学工作。是。好了，没事先出去吧。那个冒牌货说的果然没错。现在所有人都怀疑是他杀了萧寒，就没有人怀疑我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我就更得留着他的命了。啊，田汉，这可是一招险棋呀！放心吧，我留了他的一条命，他就得为我所用。极鹰战队队长的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还得让他好好帮我一把。你是担心李继周会把这件事情交到军事法庭吧？没有。请进。萧教官，向参谋长请你去府上一趟。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对不起，少爷，参谋长特地交代了，他只要见萧教官一个人。
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真是个妖孽！为了迷惑浩儿，阻止萧寒揭穿你的真实身份，你竟可以无情地杀了萧寒。我没有杀萧寒。我项少达虽戎马一生，杀敌无数，却从没见过你这么狠毒的女人。我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送你上军事法庭吗？那是因为我要亲手枪毙了你，替萧寒报仇。我没有杀萧寒，他还活着。别再和我演戏了，你的演技不高明。不要！住手！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啊？向伯伯，我没有死，是钱宝宝救了我。啊？小寒，是李天汉把我们抓过来的。他是日本人的走狗，他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按照李天汉的脾气，他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等一下，李天汉来了之后，我会激他，让我动手杀了你。你就把这个苹果夹在腋下，用绳索绑紧，阻止脉搏跳动，让他误以为你真的死了。我知道了李继周父子的秘密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。钱宝宝想了这个计策，让我逃过一劫。刚才在军校冒犯了，没关系，为了瞒过李家父子，这都是无奈之举。爹，你现在可以放了钱宝宝了吧？那我问你，李天汉明明可以杀了你，他为什么要放过你？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？因为李天汉是个非常贪心的人，为了拿到极鹰战队队长的位置，他肯定会冒这个险。哼！钱宝宝，你虽然没有杀害萧寒，但是你冒充军校教官，却还是难逃死罪。爹，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钱宝宝？向伯伯，一命抵一命，他救了我，我求你放他一命吧。参谋长，他还算立了大功，您就放过他吧。浩儿，放不放过钱宝宝，决定权在你手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娶了萧寒，我就可以放过他。向伯伯，我不会嫁给他的。向浩的心里没有我，我对他的感情也都是错误的执念。我们两个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哎，向伯伯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放过钱宝宝，我愿意说服我爹，资助您在政界大展拳脚。毕竟，这是对两家互惠互利的事情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带萧寒去安顿一下。欧阳教官，萧寒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没想到，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还蛮般配的。
想不到钱宝宝给我们演了这么一场大戏啊！那我之前还对他说了重话，回头他不会记恨我吧？对不起，为了要骗过李天汉，所以才瞒着你们。这么说，我那么做的话，反而是等于立功了，是吗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刘助教也不能在外面躲一辈子。哎，既然李天汉跟日本人勾结，我们就应该激发他的阴谋，把他送上军事法庭。你说的对，但不是现在。第一，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；第二，我们不知道李天汉他究竟在下一盘多大的棋。这件事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你们几个现在知道真相了，可千万要兜住了，不要在李家父子面前露出马脚。尤其是你，我，哎，放心吧，我这张嘴也是有气节的，一般是用来散布花边新闻的。但凡涉及民族大义的机密，我绝对不会吐了半个字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文宇，他也知道冒用身份的事，我怕他真的以为钱宝宝杀了萧寒，一着急再把事情说出来。杜峰，抽时间好好和他聊聊。你是他哥，你怎么不跟他说？你觉得他现在还会听我的话吗，杜峰先生？哦，那我就跟他说试试看吧。哎呀，这边路不好走，你要小心啊。没关系，只有过来看看，我才会觉得安心。萧寒在这里有欧阳教官陪着的，会很安全的。还有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找了半天呢。他们俩过来，哎，你们来啦。我们来看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？欧阳飞已经安顿好了，不必再麻烦你们了。在李家父子的事情解决之前，要委屈你住在这里了。不委屈，正相反。要不是昨晚我假死了一场，我也不会从混沌中清醒过来。我还要谢谢你呢。啊，你们先聊，我出门买些东西。谢谢你啊，救了我的命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还是选择了相信我。因为我知道，你是个好姑娘。既然向浩在这里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：为什么你突然放下了对向浩的感情？你记不记得，我曾经告诉过你，我对向浩的感情源于儿时的一次救命之恩。但就在昨天晚上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救我的人不是向浩，而是欧阳飞。萧寒，你不带这样玩我的吧？欧阳飞为了成全我的执念，一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秘密，宁可委屈自己。我们两个，一个在追求执念的路上遍体鳞伤，一个守着心底的秘密没有说出来的勇气。就这样，在错位的关系下呢，越走越偏。不过所幸，现在一切都已经回归正轨。看到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我们都为你感到开心。对不起啊，之前都是我太偏执，给你们带来很多的困扰，难为了自己，也难为了你们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的幸福下去。得到你的祝福，我们真的很开心，也祝你们幸福。你确定是欧阳飞救的你？
这萧寒的案子，要设法以无头案了结。这个案子惊动了军事法庭，要对外说这是个无头案，实在是有些牵强。尤其是向少达那个老家伙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向少达那边倒不用担心。萧寒之死的真相一旦揭晓，他向家的洋相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向少达老谋深算，他不会掂量不清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更何况，他的宝贝儿子现在肯定正在相府给他演苦情戏呢。至于军事法庭那边，只要您把所有的证据都处理掉，他们无凭无据也查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。不过钱宝宝的事始终让我担心呐。他诡计多端，现在他知道了你的秘密，只怕是后患无穷啊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活很久的。只要我借他之力当上了极鹰战队队长，我自然会送他去见阎罗王。极鹰战队队长之位，只能属于我李天汉。假如一旦旁落，我在日本人面前就会一文不值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萧寒说，他听到李天汉说，只有当上极鹰战队的队长，才能保全日本人在昆河3省的最大利益。至于具体要做什么事，他们没有明确说。但是日本人要利用极鹰战队队长才能办成的事，一定事关重大。怪不得李天汉这小子一直挖空心思想当极鹰战队队长呢。你虽然这次骗过了李天汉，但你知道了他那么重大的秘密，我担心他会随时对你下毒手。没错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查清李家父子的阴谋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还有，要提醒兄弟们，务必把戏演好了，别让李家父子看出破绽来。说到李天汉，我又开始担心少奇了。听说现在少奇跟李天汉如胶似漆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少奇之前对我们做的事，肯定是受李天汉唆使的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连女孩子都不放过，卑鄙！我怕少奇他会执迷不悟，越陷越深。现在李天汉跟日本人勾结，我们要想想办法，让少奇悬崖勒马。少奇，你来干什么？注射、包扎，我看你都不需要吧。请你出去，不要打扰我的工作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你听我的话，不要再和李天汉在一起了。我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我的私生活？李天汉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人选，跟他在一起，迟早会出事的。天汉他什么人品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不需要你到我面前来搬弄是非。李天汉他为人阴险，为了当上极鹰战队的队长，他好几次都设计都要置向浩和沈文涛于死地，这些你不可能不知道。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有的话，请你直接去军事法庭。没有的话，就别在这里血口喷人。你们的相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他是在什么时间点上开始接近你的？他是不是总在你面前提起极鹰战队的事？还有，是不是总在提醒你要对付向浩和沈文涛？你和他在一起之后，他难道一次都没有让你帮他做过害人的勾当？我知道你很爱李天汉，可是他对你的爱，也许只是他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。你不要被他骗了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还做卖国求荣的勾当。你胡说！我不信！你给我出去！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，用你自己的理智去想。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你走！你给我走！
少奇，你理智一点好不好？走，跟他说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就过来看看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你怎么能跟少奇说那些话呢？万一他告诉了李天汉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担心他迟早会死在李天汉的手上。但愿少奇能领会你的苦心吧。学校都传遍了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说的还有假呀。肖教官，你怎么还好意思来军校上班？你不是应该去军区保卫处配合调查吗？文宇，保卫处那边没让我去报道，连欧阳教官都被带去问话了，你竟然还没被传唤。我看着军区保卫处也是一群酒囊饭袋，回头我得让我爹好好督促督促他们。行了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某些人做都做了，还怕我说吗？校长，校长，肖教官，到校长室来一趟。是。哥，怎么样？我刚才演的不错吧？小孩子把戏。哼。校长，您找我。哼哼，真的小韩死了。哼，现在你这个假萧寒，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待在军校里了。我能骗得了别人，但我的底细，校长还不清楚吗？那里的话，我看你的本事大得很呐。向浩和沈文涛都知道你的底细吧？还不都是心甘情愿地帮你隐瞒？我今天叫你来，是关于极鹰战队的队长选拔的事情。极鹰战队队长一职事关重大，的确要有个适合的人选。我和督导王副官商量决定，极鹰战队队长选拔的考题就定为搜捕鬼阳。那个日本特务。大帅府最近很重视搜捕日本特务的事，在最近的几次抓捕活动中也陆续有一些收获。根据他们的口供，在昆河3省的头号日本间谍，他的名字叫鬼阳。这个鬼阳拥有丰富的反侦察经验，屡次从我们的天罗地网之中逃脱，所以能成功抓捕鬼阳的人，他就有资格当上极鹰队队长。我希望这次考核由你负责带队。由我负责？但这之前都是欧阳教官负责带队的。因为由你来负责，让李天汉最终当上极鹰战队的队长，向浩、沈文涛等人才不会反对。我听说你原来待在马戏团里。如果你敢耍花招，这份文件明天就送上军事法庭。不仅仅你会被枪毙，向浩和沈文涛也都会受到牵连。我明白了，校长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李天汉同学德才兼备，文武双全，是极鹰战队队长的不二人选。经过校长和督导王副官共同商议，极鹰战队队长之争正式启动。本次考核的题目是抓捕日本头号间谍鬼阳。是，又是他呀！相信各位都还记得，极鹰战队的首次任务就是败在了搜捕日本特务名单上。校长希望你们从哪里跌倒，就从哪里站起来。肖教官，那这次选队长的标准是什么？
谁抓到鬼阳，谁就是极鹰战队的队长。上次校长也说了，鬼阳只是一个代号，如果我们可以抓到他的话，就可以获得全部的间谍名单。是啊，鬼阳只是一个代号，我们连他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都不知道，怎么抓呀？如果抓住鬼阳这么简单的话，就不会成为选拔极鹰战队队长的题目了。肖教官，这次的任务是不是还有其他重要线索？没错，最近校长一直在部署日本谍报网的抓捕行动，也陆续抓到了一些关键的人物，其中有一个是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，名字叫黑子，他是鬼阳的下属。校长希望你们利用他做突破口，尽量搜集一些关于鬼阳的资料。今天下午，犯人就会被移送到军校，到时候你们分成3个小组进行审问。在这里，我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。起立！敬礼！老大，怎么样？嘴硬得很，什么都不肯说。我去揍他一顿。这小子软硬不吃，没用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不去。你就是鬼阳的下线，听说你嘴很硬是吧？啊？阿杰，天汉哥都交代了，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呢？直接动手，我看你嘴有多硬。嘴巴真硬，都快被我们打死了都不说，你们呀，放弃吧。你们说这么重要的考核，李天汉居然自己不进去，让周杰、赵虎去审，里面是他自己人，他会去审才怪呢。现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凡事小心点儿。下一组可以进来了。韩旭，滚开！滚开！别以为这种假惺惺的好意就能让我屈服。你们想耍什么花招？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的，老子不怕死。你别着急呀，还没招供呢。反正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你们就给我个痛快吧。你说的没错。你参加特务组织，卖国求荣，死有余辜。确实是，你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所以我不仅要把你的伤包扎好，还要给你准备一套西服，再给你点钱，然后风风光光的把你送出军校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日本人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如果你就这样走出去的话，他们肯定以为你招了。到时候，我想不用我们动手，你死的也会比现在惨100倍。还有啊，日本人可不会朝你开一枪那么简单，怎么也得千刀万剐呀。哎，你知道凌迟处死吗？就是拿一把刀，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儿一块儿的割下来，会让你生不如死，等你血流干了再死。又或者呢，拿一个毒针，朝你身上打一针，让你身上的肉一块儿一块儿的烂掉。等你身上长满脓疮，爬满苍蝇的时候，哇，你会选哪样啊？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？看来你已经选好了。你等等，我说，我是鬼阳的下线，但是我也没见过他真正的面目。我每次都把情报送到凤琴戏院，
按照你们的计划，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6点。你去分配一下任务，今天晚上我不能去。如果要让日本人知道我参与抓捕鬼阳的行动，我会吃不了兜着走。基因战队队长，你不要了？如果是你的话，队长和命，你会选哪个？所以你就告诉他们，我突然闹肚子，无法参加今晚的行动。哎，你说这天狠哥也太倒霉了吧？可不是嘛！哎，郑队长这么关键的时候突然闹肚子，就是白白便宜别人了。审出来的是沈文涛，带队的也是沈文涛。我看这次队长啊，8成就是沈文涛的了。没错没错，不过你想啊，连大帅都没把鬼阳抓住，我看啊，沈文涛和向浩也未必就能搞定。嗯，有道理。这事儿还真不好说。李天汉又在耍花样，他故意装病不去执行任务。不过这也说明黑子的招供是真的。即便黑子的话是真的，并不代表我们今晚的行动就一定会有收获。李天汉一定会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很可能会扑个空，也可能会有埋伏。基因战队里插着这么一个大汉奸，鬼阳很难抓的。别忘了，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演出后面的大阴谋，让他唱唱大戏吧。总之啊，今晚一定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。大家都别冲动，别中计。放心吧，到时候就跟着你们。